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6月19日。咁呢，香港近來嗰啲公務員呢就好流行講中國歷史文學文化，我當然聽到好欣慰啦。點解呢？因為有機會俾我重新去解釋詮釋一下，到底佢哋口中所講嘅中國歷史文學文化係咩回事。上次李家超就提到呢，話呢個嘅香港係桃花源，而唔係桃花源記。我拍過2條影片，最近仲寫埋一篇約1萬字嘅文章，利用歷史文獻去考證到底陶淵明嘅《桃花源記》並詩係點樣解釋啲人係入去桃花源嘅。咁因為《桃花源記》其實有一首詩，首詩裏邊就講得好清楚嘅，佢就話形事亂天紀啊。咁作為一個修道嘅人啊，陶淵明係修道嘅，佢父子都係修道，修天師道。所以天師道裏邊嘅天紀係點解呢？好明顯啦，就係解呢個嘅道教所追求嘅無為而治。呢個無為而無不為，要圓篤以為經，要順應天道，順應自然。咁所以佢好明顯啦，佢話形事亂天紀，啲人賢者避其勢，啲人就要入去避禍。個原因係咩啊？就因為秦始皇違反天紀，佢變成一個有為積極嘅政府啊，違反咗陶淵明佢所信奉嗰種道教精神。道教精神就肯定反對所謂泰山封禪啦，反對呢個嘅所謂嘅呢個大規模嘅建設，起長城呢個征匈奴、伐百越，咁呢啲肯定係反對嘅。而且仲有呢個搞兵馬俑等等等等，好明顯陶淵明係批判緊秦始皇嗰種積極有為嗰種政策。咁呢個第一，第二啦，佢就話黃衣之雙山，黃衣之雙山就係講秦四博士啊。秦四博士嘅典故係點呢？佢哋為咗逃避焚書坑儒而避入深山。咁所以陶淵明嘅《桃花源記》好明顯就係講話政府如果太過有為呢，成日要搞大工程啊，成日要搞北伐啊，要搞呢個嘅南征北戰啊，你就唔好同佢合作啦。所以陶淵明一生就5次做官，而5次辭官嘅，有5次做官嘅機會佢都辭去嘅。一係就推卻，一係就做幾個月就唔做。咁所以佢好明顯就話讀書人唔應該同政權去同流合污，唔好為助紂為虐，否則就會造成生靈塗炭，寧願自己喺農村躺平，吟下詩唱下歌，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呢個就係我考證啦。然後最近有另外一個公務員事務局嘅，好似係咁我都唔係好確定，因為而家香港啲官員我又唔係認識噶啦。咁呢個官員就叫做楊何培恩，佢就會安排啲公務員去內地沉浸式學習，體現士大夫精神啊。沉浸式而家近年大陸好流行嘅網絡術語。我睇嗰啲幫狗沖涼又話沉浸式沖涼啊，睇彈琴又話沉浸式學習彈琴啊。咁到底係點解呢？我都唔係好理會到，係咪解全程投入呢？似乎可能係解全程投入。咁佢就話要學下大陸嘅官員點樣為民請命，點樣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係大陸嘅官員黨員嘅口號嚟噶嘛？要香港嘅公務員去學大陸嘅公務員同埋官嘅黨員，就點樣幫人民啦？咁要體現到士大夫精神呢個就要講啦，士大夫精神，因為大家知道士農工商4民階層最早出現就係嚟自管子。呢個手上版本嘅管子就係我校對教注嘅，就係趙善軒導讀同埋教注。而家喺大陸同埋香港睇管子都主要係睇我呢個版本嘅，大陸嘅版本就大本好多，我手上冇喺度，冇寄過嚟英國，真係好可惜啊！呢個係香港繁體字版本啦，我手上有。而即係我係有專門研究咩叫4民階層，咩叫做士大夫精神㗎嘛。咁我今日就可以解釋俾呢個嘅楊何培恩局長知咩叫士大夫精神。因為如果根據傳統中國文化士大夫精神香港公務員同埋現代嘅大陸嘅黨員係咪真係做到呢？你聽完我講你就應該心裏邊有一定嘅想法㗎啦。呢個嘅楊何培恩呢個即係我要解釋一下啦。士大夫精神嘅士最早根據我20幾年前讀嘅余英時教授嘅《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佢嘅考證士最初係解武士嚟嘅，即係打仗嗰啲武士啊。後來就變成咗武士就係貴族，貴族就可以有機會讀書識字，所以佢哋武士後來變成咗士大夫，就文士同武士結合啦。後來慢慢就隔咗幾代之後就唔打仗啦，就變成咗讀書人。咁去到孔子嘅年代啦，春秋時期啦，因為好多嘅貴族就破產啊，啲政權嘅鬥爭啦、戰爭令到啲貴族破產，貴族識字㗎嘛，平民冇乜機會識字嘅。咁所以孔子呢一代嘅士大夫就變成咗
民間嘅知識分子係公共嘅知識分子。咁呢啲就叫士大夫啦。咁啊就唔一定係做官嘅，以前係做官最初，後來就變成咗即係讀書人。咁啊，然後去到呢個嘅後期啦，即係呢個唐宋元明清啊，士大夫咧慢慢形成咗一種社會嘅階層喎，就唔係話讀好多書就係士大夫喎，唔係話做官做到好大嘅士大夫，要有士大夫精神咧先叫做士大夫。咁乜嘢叫做士大夫精神咧？今日同大家咧係解釋下啦。咁啊，首先有啲基礎嘅就要了解啦。修齊治平啊，嚟自《禮記》噶嘛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啊！咁啊咩意思啊？修齊治平，咁啊好明顯啦。咁樣解咧，歷代有唔同嘅解法啦。朱熹有朱熹嘅解法，呢個嘅陸九淵、王守仁有佢哋嘅睇法。記住係王守仁啊！我啲學生成日讀錯咗佢個名啊，讀歪咗就唔係咁好啦。王守仁即係陽明先生啊！咁啊嗱，呢個修齊治平咧，如果用莊子嘅解釋咧，就容易解釋好多啦。佢話是故內聖而外王之道啊，內聖外王，即係你先修自己。孟子就話啦，刑於寡妻，你先對屋企好，對老豆老母好，對老婆好。至於兄弟，對你嘅鄉親好，對你嘅同村好。以寓於家邦，再對你個國家好。其實咧就要內聖外王，即係內外兼修咯。你先講自己嘅道德，你嘅人有道德啦。道德係解咩咧？對父母好啦，對老婆仔女好啦，老有所依，老有所養，又有所依。咁呢啲就叫做內聖啦。對人咧就守信諾，對朋友咧重情義。咁啊，然後咧就要外王咯。一般人點樣做外王啊？咁啊，一般人做外王係困難嘅。咁但係孔子係一個教書先生，佢大部分時間都唔係做官嘅。咁啊，理想上咧佢就係內聖外王最高嘅表現，佢就透過教學咯，去破障咯，破除世間嘅荒謬，堅持弘揚真理，係咪啊？堅持去講真說話，唔去為呢個政權咧去講呢啲塗脂抹粉。咁呢個就係內聖外王啦。可以咧好似朱熹咁做到大官，咁啊固然係好啦。好似王安石咁，可以咧去改革社會，固然係好，但係做唔到嘅就點啊？就要做到好似孔孟咁樣，要堅持相信自己所講嘅說話，唔好咧隨波逐流，迎合權貴。咁呢個就係內聖外王之道咯。咁啊呢個係最基本嘅解釋啊。呢個係士大夫咧必要嘅條件，所以真正嘅學問啦，就係真正嘅經濟，內聖外王就係咁解啦。然後咧。余英時先生佢咧喺一個朱熹的歷史世界呢本名著裏邊解釋啊，佢話內聖外王係連續體嚟噶，係有兩層意義嘅。儒家嘅內聖外王啊，一定係要兩種去解釋嘅，就係要歸宿於秩序嘅重建。第一就係要重建自己內心嘅秩序。人咧遇到一啲引誘嘅時候，你個內心秩序會亂嘅。正常人都會嘅，你唔會一生人都好有道德噶嘛。我哋都會有亂過馬路、亂抌垃圾嘅時候，小則就亂過馬路、亂抌垃圾啫，大則就貪念咯，係咪？貪污腐敗咯，婚姻咧就會出軌咯，對父母又會不敬咯，一定有嘅。但係我哋要重建翻自己秩序，即係懸崖勒馬啦，或者知錯能改啦。呢個就係余英時咧解釋嘅內聖，要重建秩序。外王咯，又要重建社會嘅秩序啊！社會成日昏暗嘅，因為人咧係貪欲嘅，權力咧係會使人昏暗嘅，一定咧係會貪污腐敗啦，一定係會濫用權力啦。咁我哋就要令到個社會嘅秩序啊，盡量去維繫佢。如果亂咗咧，我哋就要盡量堅持翻佢，重建翻佢，要抗爭，要抗命。呢個就係咧余英時咧根據《朱熹的歷史世界》呢本書裏邊咧所講嘅內聖外王啊。咁啊，而內聖外王咁樣解咧，太過難理解啦。咁啊，宋代咧仲有呢個環渠先生啊，環渠先生就將在啊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然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咁啊，為天地立心，即係做人要有良知啦，唔好動搖啦，盡量唔好動搖啦。為生民立命，為人民要發聲。試問誰人未發聲咧？係咪啊？咁啊 ，Do you hear people sing 啊？咁然後啦，要為往聖繼絕學嘅，為以前嘅聖賢嘅道理啊，繼續去拓展去，繼往開來，唔可以為政權咧迎合政權咧而講一啲歪理，為萬世開太平啊，開創以後咧，雖然而家咧未必贏到，
頭先講嗰啲人咧，孔子孟子都贏唔到噶，喺嗰個時代佢都被視為 loser 嘅，但係以後後世係點啊？後世就可以開太平啦，佢樹立咗咧後世一個典範啊！咁所以有時咧得失都不在於一時嘅，但係咁樣講都仲係好抽象。我試下具體啲啊！咁啊明代咧，黃仁宇萬曆15年咧就專門研究明代。明代咧就有廷杖嘅，廷杖就係啲讀書人啦、知識分子士大夫啊，就唔聽啲皇帝講，鬧嗰啲皇帝，批評啲皇帝，往往咧就俾人哋打廷杖啊，打極都唔死嘅，打極死唔係應該話打極死極都繼續有人去做鬧皇帝嘅人。咁呢個明代咧就因為咧佢哋好有士大夫精神啊，受宋明理學嘅影響啊嘛，就越嚟越有士大夫精神啊，寧死都不屈喎。咁唔係個個有啊，陶淵明就冇啦。陶淵明咧佢就冇乜士大夫精神，佢最多咧係道家，個道家就唔係士大夫嚟噶嘛，就要歸隱山林。咁呢個另外一個情況啦。咁譬如話有一個例子啦，同大家解釋下啦。譬如話呢個嘅嘉靖皇帝咧，因為嘉靖皇帝咧係外藩嚟噶，佢咧就無端端嘅繼位成為咗皇帝，想追封佢自己死咗個老豆咧做呢個太上皇啊。咁結果咧就俾啲朝廷嘅大臣咧認為咁樣做係不合禮儀嘅。最後咧有群臣爭大禮啊，一齊喊，叫皇帝唔好咁做啊。咁然後咧佢話咧像五品以下130有4人啊，話打 pat pat 打134人啊，死咗有17人啊，當場死咗17人，未死嗰啲咧喂翻去咧打幾十大板，杖80大板，屁股開花啦，年紀大嗰啲基本上死噶啦，點捱80大板啊？咁但係咧死咗17人咧，當場死，仍然有不斷有人咧去叫皇上唔好啊，皇上三思啊，皇上萬萬不可啊！不斷有人咁講喎，呢啲咪就係明代、宋代嗰啲士大夫精神啦，清代就冇晒噶啦。清代咧搞文字獄，啲外族就清洗中國傳統文化，咁所以清代就冇乜人咁做噶啦，因為咧就株連九族喎。明代都好啲，打 pat pat 咧淨係打嗰個士大夫嘅啫，都有株連九族，但係就唔係好似清代咁常見。清代咧就要株連九族啊，公屋都冇得你住啊。然後咧呢個萬曆15年咧。就講話正德皇帝又係，正德皇帝咧又要即係打仗啊嘛，好中意啊，結果做啲好古怪嘅嘢啦。皇帝大怒啊，有好多人咧就勸佢唔好咁做啊，所有嘅人咧跪住叫皇上不可啊，皇上三思啊，打30下，當場11人咧被打死咗，然後其他人咧繼續堅持喎。全部大學士引咎辭職啊！皇上咧見到死咗11人，其他人全部引咎辭職，先至咧溫旨慰留，叫啲人好啦，我停一停啦，諗一諗啦，你哋都講得有道理嘅。呢個就係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嘅士大夫精神啦，敢於抗命啦，不畏強權啦。當然咧都係要跪住嘅。傳統中國文化始終都係要跪嘅，就唔能夠當場殺咗個皇帝，清君側或者誅殺個九皇帝。咁呢個歷史上都好少嘅，孟子就強調呢樣嘢嘅。孟子就話咧，殘仁者為殘，賊義者為賊。聞誅一毒夫伐紂，未聞弒君也。殺咗佢咯，係咪啊？呢啲咁嘅狗官，呢啲咁嘅狗皇帝，孟子就會話殺咗佢噶啦。咁但係朱熹咧，以後咧就唔係好咁嘅。朱熹以後咧就強調我哋要自己死，用我哋嘅生命咧去挽回皇帝嘅心意啊，以死相諫啊。呢個朱熹以後咧。尤其是明代咧，就考八股文咧，就好強調咧呢一種以死相諫嘅社會嘅氣節噶啦，士大夫嘅氣節。然後啦，哇，萬曆皇帝仲係犀利啦，唔同意張居正嘅請求啊，向張居正咧即係好多人彈劾張居正啊嘛，佢就話一定要嚴懲彈劾張居正嘅人。第一個攻擊張居正嘅人咧，就會褫奪官，降為庶人。第二個攻擊張居正嘅人咧，明知道朕意仍然執迷，就係蔑視君上啦，押去午門啊，脫去衣服，廷杖100。哇！結果好多人啦，數十人又係當場俾人廷杖，留下永久性嘅烙印，亦都有唔少人咧喺即場咧暴斃死咗嘅。然後啦，哇！呢個嘅群臣見到咧皇帝咧又唔聽話喎，呢個已經係好耐之後嘅事嚟噶啦，第二次啦。年輕皇帝咧就係想換咗太子嘛，佢哋又唔得喎。咁點啊？結果咧又不斷咁跪，又不斷咁廷杖，最後咧都冇辦法啦。張居正死咗之後咧，其實啲大臣仍然都要秉持咗呢種精神。結果皇帝發覺咧打極啲人都繼續喺度跪，
佢結果隱居於深宮裏邊，唯一同佢能夠相呼吸、相通、相患難呢，就係貴妃鄭氏啦。喂，佢唔能夠改立太子啊，佢唯有躺平咯，匿入咗去皇宮裏邊啦，數十年不清朝啊！呢個不上朝啊，就係萬曆皇帝萬曆15年本書係講呢樣嘢，呢個咪就係士大夫精神咯。今天中國共產黨治下嘅中國官員做唔做到啊？可唔可以以死相諫啊？哇！習近平話要搞一帶一路，可唔可以以死相諫啊？行出嚟講真説話啊！叫我哇，主席萬萬不可啊！主席三思啊！主席如此下去，國破家亡啊！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咁樣講咧，而家就真係豬狗族噶咯，即係剝奪你政治權利終身喎。最近咧喺大陸咧 Me Too 啊嘛 ，Me Too 全世界都有啦，係咪啊？中國大陸 Me Too 之前嗰個就係打網球嗰個，結果後來又唔知點啦，要出嚟咧演戲拍片啦，係咪啊？佢自己 Me Too 完之後，最近咧就係有啲最早喺中國發起 Me Too 嘅，俾人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啊，即係原告就變被告啊！喺中國呢個社會底下，而家呢個超穩定結構底下，如果你係出到嚟係所謂嘅叫做謹言直諫、忠言逆耳，結果係點啊？結果咪就係死於非命咯，結果咪就要受牢獄之災咯。喂，如果你願意抗爭呢，咁係點啊？咁啊唔得㗎喎！哇，如果香港公務員啊要學習傳統中國文化嘅士大夫精神啊，咁如果皇帝做錯，即係官員做錯，上級做錯，就係拒絕執行命令嘅喎，跪嘅喎，一齊躺平喎，唔做，集體請辭，集體請辭咧喺香港係違反國安法嘅喎，而家你叫啲官員集體請辭係違反國安法嘅喎，所以咧香港我就勸大家啦，要留喺香港做公務員，要留喺中國做黨員，就不能夠要有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化。士大夫文化就係集體請辭咯。皇上頭先點啊？正德帝、正德皇啊，見到啲人集體請辭，佢就發覺鬥唔過啲公務員啊。鬥唔過啲大學士啦，唯有咧勸佢哋留任，我就收回成命啦。呢個萬曆皇帝發覺勸唔過啲士大夫啦，打極啊，啲人都係咁做，啲人又怠工唔翻工，跪喺呢個嘅朝上唔散朝啊。咁點啊？咁佢咪為咗自己躺平唔上朝幾十年咯，鬥唔過啲讀書人啊，鬥唔過士大夫啊。咁而家香港你咁樣做係點啊？你勸啲公務員罷工，你都違反國安法啊！所以我勸啲公務員啊，唔好咁做啦，唔好學黃仁宇筆下嘅萬曆15年裏邊嘅歷史事實，佢哋就係要罷工抗爭，用自己嘅血肉之軀去抵擋呢個嘅官員嘅意志，抵擋皇上嘅任性。呢啲全部喺現代社會都係顛覆國家政權同埋違反國安法。所以呢個楊何蓓茵叫啲人體現士大夫精神，係咪想勸啲士大夫精神啊喺現代社會就出現呢？係咪意圖煽動顛覆，意圖教唆香港公務員呢？意圖教唆大陸嘅官員呢？哇！呢個真係其心可誅，居心可測。當然佢未必係咁嘅，純粹可能呢係出於無知嘅啫。二選其一，沒有其他啦，應該係咪？咁 anyway 咧，今日呢個破障咧去到呢度咯，解釋俾大家知，唔好立亂講，體現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佢要體現中國傳統嘅法家精神咧，喺現代社會得嘅。傳統中國嘅法家精神就係法術勢，韓非子、商鞅就係講呢套嘅法術勢，即係咩意思啊？識時務者為俊傑，呢個就係法治精神啦，誰大誰惡誰正確，呢個就係傳統中國文化嘅法治精神啦。仲有點啊？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總之係依法治國，法律咧就係喺有軍隊嘅人手上嘅，聽佢哋説話，做順民，呢個就係法家嘅法治精神。有機會我再詳細同大家講下《商君書》同埋《韓非子》啦，因為咧我係著管子啊嘛，管子咧就叫做集家，樣樣嘢都有嘅，有儒家、道家同埋呢個法家。咁有晒。咁當然如果俾我總結咧，佢嘅傾向係屬於黃老道家多一啲嘅個內容啊。咁我就係全文教注咗，同埋咧寫咗白話翻譯，亦都咧寫咗自己嘅點評喺裏邊嘅嚇。咁所以呢個書就過去十幾年前出版㗎啦，2012年啊，好似定14年，好唔好？好似12年出版嘅，已經再版過好幾次啦，三四次啊，至少到4次可能係。而家有增訂版嘅，呢個增訂版2020年以後增訂版嘅，咁我都好感謝中華書局啊，佢似乎都增訂咗之後咧，一刀不刪我所寫嘅嘢。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俾個 like 好嘛 ，like、subscribe、share 俾你嘅公務員朋友，勸佢哋唔好立亂體現傳統中國士大夫精神喎。
OK，share 俾你大陸嘅黨員官員朋友，勸佢哋唔好學習傳統中國文化嗰啲儒家思想咯，要學習法家思想咯，好嘛？今日講到呢度，拜拜。